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白泽卓二医生所著的《长寿脑》这本书。这本书特别推荐给那些希望大脑和身体能够长久保持健康、活力充沛的人群。现如今，人生100年时代已经为人所熟知，100岁寿命正在逐步成为现实。现在甚至有的科学推测，人类的寿命有望达到120岁。支持120岁寿命的理论基础源于人类细胞端粒的寿命约为120年，因此在适当的条件下，人类活到120岁是可能的。作者认为，如果善用现代科学和人类智慧，积极去追求健康长寿，未来我们或许会见证越来越多的人健康地活到120岁。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保证大脑的认知功能正常，维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并具备独立行动的能力。因此，本次视频将从饮食和运动2个方面来探讨如何实现长寿脑。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通过调整饮食习惯来帮助打造长寿脑；第二，通过运动增强大脑与身体的健康。首先是第一部分，通过调整饮食习惯来帮助打造长寿脑。作者认为，实现长寿脑的关键在于避免有害物质干扰大脑的功能，减少对脑神经的损害。此外，确保大脑摄取充足的营养尤为重要，而这些营养大多是可以通过日常的饮食来获得的。首先，让我们谈一下维生素 D。维生素 D 对增强大脑的功能至关重要，它能强化神经细胞之间的信息传递连接点突触活性不足会导致思维和记忆力的下降，影响大脑的整体功能。此外，维生素 D 还能与钙协同作用，强化人体的骨骼，预防骨质疏松等问题。特别是女性在更年期后，因雌激素减少，骨质流失会加剧，更易患骨质疏松症。因此，尤其需要关注维生素 D 的补充。骨折，尤其是髋骨骨折，可能会引发长时间卧床，增加患认知症的风险。缺乏维生素 D 还可能增加患心肌梗塞、高血压、结核、流感以及结肠癌、肾癌等疾病的风险。而研究数据显示，很多人普遍存在维生素 D 摄入不足的问题。补充维生素 D 需要持续摄入，以便身体将其储存在脂肪中。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中，红龟和三文鱼是绝佳选择。作者建议在早餐中加入三文鱼，若直接食用味道偏腥，还可搭配烤海苔。其他富含维生素 D 的鱼类包括飞鱼、安康鱼干、旗鱼、沙丁鱼和秋刀鱼等。日晒也是身体合成维生素 D 的简单方式。不过，许多女性因为担心晒伤、色斑或皱纹而避免日晒。对此，建议仅让手掌接受日光，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此外，现在也有一些防晒产品可以在不影响维生素 D 合成的情况下提供防护。接下来，让我们谈一下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和叶酸是预防大脑炎症和避免营养不足的关键。缺乏这3种维生素中的任何一种，都会导致体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的升高，从而损害大脑和血管。研究显示，长期维持高水平的同型半胱氨酸会增加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因此，保持适当的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对大脑的健康至关重要。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的一个常见原因是服用质子泵抑制剂抑酸药物，它会抑制胃酸的分泌。而维生素 B12 的吸收依赖胃酸将其从蛋白质中释放出来。如果胃酸分泌不足，尽管摄入了富含维生素 B12 的食物，身体仍会难以吸收。因此，偶尔因为胃部感到不适，服用抑酸药无妨，但不建议为轻微的不适而频繁使用药物。在常规的血液检查中， MCV 平均红细胞体积可以反映出维生素 B12 的充足程度。MCV 数值超过102通常表示缺乏维生素 B12。男性正常范围为83至102，女性则为79至100。作者的观察发现，MCV 超过102的人往往偏爱吃方便面。
虽然原因尚不明确，但停止摄入方便面后， MCV 的数值会显著下降。如果近期血检显示 MCV 超过102，不妨试着减少或停止方便面的摄取。猪肉是日常维生素 B 群的理想来源。维生素 B 群包括 B1、B2、B6、B12、烟酸、泛酸、叶酸和生物素等多种类型，尤其是维生素 B6、B12和叶酸，对大脑尤为重要。它们协同作用，维生素 B 群的均衡摄取尤为关键。尽管牛、鸡和猪的肝脏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12，但从日常饮食的便利性和营养平衡角度来看，猪肉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此外，即便我们尽量避免各种导致大脑产生毒素的因素，也无法完全阻止有害物质的堆积。食物中的重金属扰乱激素的物质无法完全避免，空气中的霉菌和病毒也难免进入大脑。虽然摄入对大脑有益的食物，避免有害食物有助于减少毒素积累，但这还不足以保持大脑的最佳状态。因此，给大脑解毒也就变得尤为重要。如果大脑能够像其他器官一样用水进行清洗，那么毒素就很容易排出。然而，大脑是一个高度含油的器官，毒素更容易在此堆积，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排出。这就像清理顽固油污一样，用油去溶解油污的效果最佳。无论是机械清洁还是化妆卸妆，油可以有效去除顽固污垢。同样的道理，通过摄入优质的油脂，可以帮助替换大脑中的劣质油脂，从而达到换油的效果。优质油脂的摄取对大脑健康起到了重要的解毒作用。摄取优质油脂的正确方法：每天摄入1汤匙紫苏油、亚麻籽油、椰子油或 MCT 油，能够有效帮助大脑清除有害的物质。但请注意，不要将这些油加到高温食物中，以防止氧化。最好等食物稍微冷却后或即将食用时再加入。此外，油脂一旦开封接触氧气，会迅速氧化，因此建议选择小包装的产品，以降低氧化的风险。鱼类中的 EPA 和 DHA 也是优质油脂，但它们在高温下易于氧化。作者建议，最好选择水煮罐头，如青鱼或鲑鱼的水煮罐头。接下来是第二部分，通过运动增强大脑与身体的健康。当被问到运动和饮食哪个更重要时，作者指出，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并不合理。运动与饮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们是彼此关联的，缺一不可。生活的健康状态来源于饮食、运动和大脑的平衡运作，三者的均衡才是达成长寿脑的关键。大家回想一下，是否有过这样的体验？即便减少外出，长时间待在家里，还是会感到莫名的疲惫。身体每天都需要得到适当的活动，肌肉会因不活动而逐渐退化。随着肌肉活动减少，大脑发出的运动指令也会减少，从而导致大脑的活力下降。不常使用的肌肉缺乏刺激，骨骼也会随之变得脆弱。这种疲劳并不仅仅是肌肉疲劳，而是大脑与身体各部位功能的逐渐衰退。因此，保持身体的活跃状态对于每个人都至关重要。作者将运动理解为让身体动起来，日常生活中的基本运动就能有效预防认知功能的下降，尤其是步行和爬楼梯这两项简单的活动。在外行走时，大脑会接受来自周围环境的多种刺激，眼睛能看到不同的景色和行人，耳朵能听到风吹树叶的声音、鸟鸣以及交通声。鼻子则能感知到四季变化的气味、雨前的空气，甚至尾气的异味。这些丰富的感官信息对大脑起到良好的刺激作用。爬楼梯时需要注意台阶的高度，保持平衡，同时锻炼下肢的肌肉，特别是大腿、臀部和小腿。这种运动对保持行走能力十分有益。许多人因腰部问题减少活动量，从而导致认知功能的逐渐退化。长时间懒散待在家中，身体和大脑都会缺少必要的活动，最终加速身心衰退。步行和爬楼梯是作者特别推荐的日常运动方式，
在行走时观察四周，或在楼梯上保持平衡。这些活动能帮助增强身体的稳定性，还能学习保护腰部的正确姿势。随着年龄的增长，膝关节问题会很常见，但即使膝盖不适，也可借助拐杖或轮椅保持移动。而无论是否借助工具，自我移动能力对认知能力的维持十分重要。如今，不仅是活到100岁的目标被频繁提及，甚至活到120岁也成为了可行的愿景。能否活到120岁并保持自我，取决于我们未来几十年的日常习惯。对现在40、50岁的人来说，正处于保健的关键期；而对70、80岁的人来说，也不必放弃希望。未来依然充满了可能。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长寿时代，为何不通过保持大脑和身体的健康，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呢？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